终于，真的是真正的大改款了。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三星第7代的旗舰折叠手机。那今年无论是大折叠 Galaxy Z Fold 7，还是小折叠 Galaxy Z Flip 7，两款都迎来了真正的大改款。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年的 Galaxy Unpacked 资讯量非常满，推出了包括全新的大折叠 Z Fold 7以及 Z Flip 7两款全新折叠手机。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这次大家最关心的 Z Fold 7。我觉得开头就能直接破题，全面大改。首先，这是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 Z Fold 7终于迎来了大萤幕以及大瘦身。除了外萤幕已经来到一般手机尺寸的 6.5 寸，打开来之后更是直接来到8寸的超大内萤幕。但真正的重点是 Z Fold 7在全面加大的同时变得超级轻、超级薄。首先有多轻？三星第一代的 Fold 是276克，上一代的 Fold 6是239克。别忘了 Fold 7都比这两只大超多。公布解答 ，Z Fold 7只有215克。那215克如果是对比一般直立手机呢？比如说对比自家旗舰的 S25 Ultra 是218克 ，iPhone 16 Pro Max 是227克，所以215克的 Fold 7真的是全面反超一般大萤幕手机了，非常夸张。那重点是握感，这次非常薄，它的握持区域只有 8.9mm， 对比第一代 Fold 的厚度是 17.1mm， 直接快薄了一半。敏锐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就直接把我手上的 S25 Ultra 和 Z Fold 6在现场摆出来。没错 ，Z Fold 7的厚度已经无限接近 S25 Ultra 的 8.2mm， 并且因为 Z Fold 7加上转轴的整个手机宽度也就是 7.28公分，所以它的手感甚至比 S25 Ultra、iPhone 16 Pro Max 这些直视大手机还要更好。每天都在讲厚度、重量的朋友，这次一定了吧？但我还是为小大折叠默哀，遥控器尺寸是真的好拿呀。Fold Mini 是不是该出现了？那这次是真的超级薄，它展开来的时候就有 4.2mm， 这个手感真的推荐大家在展示机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去玩，因为 Fold 展开来大都是两手使用嘛，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手这种超轻薄大折，绝对是非常难以置信的手感。不过为了做得更轻薄，今年的 Z Fold 7在机构上有2大明显改变。第一，三星正式取消 EMR， 那也就意味着没错，这代的 Z Fold 7不支援 S Pen， 但这个我乐见其成。先前我就讲过了嘛，没有收进机身、没有蓝牙的 S Pen， 真的是不如把重量还给我。大家同意吧 ？S Pen 当然很好用，但真的要的话，请出个 Fold Ultra， 在空间足够的前提下再放笔甚至我觉得 S26 Ultra 三星都该考虑，要么变轻，要么你拿掉 S Pen， 电量最少也多个500-1000毫安时。那第二个，这就要测了才知道。三星的 Z Fold 7上面因为变超轻薄，所以这次并没有 VC， 但他们换上了一种高热密度的全新石墨散热材料。除了散热效率会比一般石墨散热片更快以外，面积也比先前直接大了 2.5 倍。那内行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次真正的重点是 Z Fold 7变大了，所以散热效率本来就会比较好嘛，然后又是能耗极佳的 8 Elite， 所以比上一代根本是小手机的 Fold 6好不难。反正实际表现测了就知道。那这次首播总共有4个颜色，包括很多人敲碗在 S25 评价很高的深蓝色、常规的黑色，以及我还是很喜欢的银色。那商城限定色是薄荷绿。第3个重点就是在金属件上采用的是进阶版 Armor 铝合金，外萤幕采用的是最新最强的 Corning Ceramic 2， 也就是先前三星首发的新一代玻璃陶瓷技术。背盖则是搭上 Corning Victus 2。不过最大的重点是，这代的折叠萤幕，三星把 UTG， 也就是 Ultra Thin Glass 超薄玻璃的厚度加厚了 50%， 并且在萤幕的下方采用了4级钛打造的支撑架，对这一代你用手指在上面滑，已经很难感受到软软的触感，它越来越接近一般的玻璃萤幕。那重点是，这代的折痕也是明显比过往浅上许多，原因就是虽然转轴超薄，但三星重新改良了新的水滴铰链，加厚的 UTG 也有所帮助。而在防尘防水上 ，Z Fold 7也支援了 IP48 防尘防水等级。接着来看萤幕，这次 Z Fold 7的萤幕规格也是全面升级，封面萤幕同样采用现在大家喜欢的全平面设计，荧幕的尺寸从上一代的 6.3 寸来到一般主流直视手机的 6.5 寸，
技术上同样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并且这次的外萤幕也同样支援了 LTPO， 也就是支援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萤幕也来到了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那三星的亮度标示还是比较稳的，基本上不会虚标，所以这点我们就后续实测见真章。而在内页萤幕 Z Fold 7搭载了一块更大的8寸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这块萤幕也支援了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也达到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不过有一个改变，就是三星在这代取消了 UDC。我看国外的说法是 Fold 因为有很多商务需求，所以内萤幕视讯开会的需求更高，所以从 S1 就决定拿掉 UDC。那这个真的非常可惜啊，因为我觉得折叠手机因为有外萤幕的自拍镜头，已经是最适合 UDC 的产品线了。但老实说，我用过至少10几款折叠手机，因为萤幕很大，就是开孔很不明显，所以是还好。我反而觉得可惜的点是没有继续探索下去。不过好在三星不只是取消 UDC， 而是换上了一颗全新的1000万自拍镜头。那也就如三星所说，这颗新的自拍镜头，我们随便拍个样张，不管是在抗眩光还是拍摄的清晰度，都比上一代提升数倍。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镜头从85度的常规广角换成了100度的超广角镜头。那自拍实用没错，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视讯会议去做的改变，毕竟真正入手的用户话语权比较高。此外 ，Z Fold 7同样拥有双喇叭。接着，我们再继续来看 Fold 7的相机部分。这代的硬体除了终于追上了直视手机，那对比入场，三星这次的相机也终于不是劣势了。镜组规格上，这次同样采用了在去年 Fold 6换新的1200万超广角感光元件。不过，真正的重点是，三星的 Z Fold 7用上了经过完全重新设计的超薄2亿画素主镜头。我就说 S25 Edge 就是为了 Z Fold 7铺路嘛，要不然大动作去做一个超薄主镜头，肯定是有原因的。那2亿画素其实不用多说，这个更新还是相当实用的，至少折叠拍照谱这个问题终于被消除。那2亿画素不管是要放大，还是做到2倍无损变焦，或是低光下做到更高倍率的变焦，都更加游刃有余。那因为主镜头感光元件变大很多嘛，所以这代的相机模组对比上一代也就跟着变大了一圈。最后就是1000万画素的3倍长焦镜头，我觉得下一代应该就是换长焦了吧。但其实如果三星还要继续维持这个简约的外观，要换长焦会很有难度，因为要再提升倍率或是放大感光元件尺寸，那就只能用潜望，那手机的厚度势必没办法做薄。别忘了，它展开下就有 4.2mm 啊。那内行的朋友其实都知道，主要还是因为三星没有办法靠 Oreo 去藏潜望的厚度，除非要改设计，但这就让 RD 自己去想吧。基本上这个规格终于是追上入场的主流大折，甚至像是超广角、主镜头，还有微微超越今年也全面做轻做薄的入场折叠。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三星这代在2款折叠上全面下放了新版的 Pro Visual Engine， 也就是可以做到更细分区最佳化的全新演算法，然后也新增了10bit HDR 的支援。那最重要的是，在 4K 60 HDR 之下 ，Z Fold 7也可以做到录影期间3镜头连续切换变焦。效能上 ，Z Fold 7同样采用了再强1年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定制版特规处理器，采用台积电3奈米打造，并且今年最高有 16GB 的 RAM 加 1TB 的顶规版本，另外有12+256、12+512，总共3个版本可选。全球版本支援 eSync， 但台版就是老样子，要等后续台湾发表会才会知道售价已经引进哪个版本了。续航上正式开讲，没有任何意外，同样是4400毫安时搭配25瓦快充，但就不意外吧。其实这代看到三星做薄，大概就能知道电量不掉就谢天谢地了。除非三星真的能用上高密度电池，就能在轻薄的同时做到大电量，这点就没办法吧。三星还是那个保守的三星。那25瓦快充我反而没太大意见，毕竟加大瓦数可能靠减电量换，这我反倒还好。毕竟大家都知道，三星的满血25瓦其实甚至比很多45瓦、55瓦的机型还快，对这点是还好。我觉得 Kimoji 影响比实际大啦。同时 Z Fold 7同样是7 2 Ready 的无线充电，官方也有推出磁吸壳，支援无线反向充电，也是好用的侧边实体指纹辨识。而在 AI 功能上，三星基本上就是分成 Google 合作和自家 AI 2块。合作的包括先前介绍过的 Gemini Live， 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外界，然后回答你的问题。那也可以分享整个荧幕画面，直接问 AI 你现在手机上面的问题。最棒的是 Fold 因为大荧幕通常会多开视窗嘛，所以 Gemini Live 也可以一次看到你所有画面上的资讯。对了，这次 Gemini 界面也有针对 Fold 最佳化，
会更像电脑用小视窗在侧边出现，尽量不干扰你的画面。然后好用的搜寻圈这代有加入了全游戏画面就能搜寻游戏攻略的功能。那自家 AI， 我想先简单聊一下 One UI 8。这代除了出厂就直接搭载最新的 Android 16之外，三星这代系统的目标就是让 Galaxy AI 全面融入系统设计，所以 Galaxy AI 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比如说之前的相簿编辑建议、AI 智慧选取，这些都是在为 AI 系统铺路。我讲几个比较好玩的，比如说在相簿里面，当 AI 侦测到影片中有杂音的话，就会直接跳出音讯橡皮擦的预览按钮，按下去后 AI 就会快速处理好预览影片。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当下听清楚，你就不用进到音讯橡皮擦的编辑页面去拉到背景音，预览功能就能快速听到。但因为预览不是完整运算，不能调整参数，也不能储存，所以要完整还是要进音讯橡皮擦。第二个，三星很强的 AI 消除功能，现在 Fold 也能利用完整大萤幕的特性，可以直接展示前后对比。第三个，现在在三星的录音机当中直接内建了音讯橡皮擦的功能。反正我觉得就像 AI Everywhere 的概念， AI 不再是被加上的独立功能，现在几乎所有可以让 AI 帮你的地方，三星从一开始就把 AI 放在设计里面。对了， One UI 8也再次提升了安全性，他们在所有 App 之间透过 Knox Fold 做到类沙盒的安全性分离，所以所有 App 的存取权限都会被更彻底分离，无法随意存取。当有异常存取，也会马上提示使用者。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年也是有感改款的小折叠 Galaxy Z Flip 7。这次的 Z Flip 7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先来看看 Flip 6，再来看 Flip 7。没错，外萤幕变满版了。但满版不稀奇，我们满版都开几支了。稀奇的是，今年三星采用了全新的机构设计，第一眼看上去就会觉得 Z Flip 7这个边框也太窄了吧？的确是三星史上最窄边框，只有 1.25mm。那专业的朋友现在就会问一个问题，我直接回答，我帮大家确认过了，是平面萤幕，所以贴全透保护贴应该就没太大问题了。这次的外萤幕尺寸提升当然是有感，那差在哪里呢？第一，更大的萤幕本来就有更大的排版空间，看看这个差异应该就非常明显了。那为了符合这个更大的外萤幕，三星也重新设计了所有小工具选单，外萤幕相机界面变焦也变得更容易单手操作。Gemini 跟 Gemini Live 现在也都可以在外萤幕使用，而且 Gemini Live 还能进入 Now Bar， 体验会比一般直视手机更理想。那我们也现场测试了，你可以透过 Multi-Star 把更多 App 带到外萤幕使用。第二，打字体验我觉得比先前好上非常多，满版其实不是主要工程，重点是三星把左右两侧的边框大幅缩窄，打字手感真的好更多。那最后一个就是三星为了做到这个超窄萤幕，他们这次把过往透过防水胶达成的外防水方案改成了内防水，他们把整个主板和内部机构都改成了防水设计，所以这次才能做到超轻薄边框，还能维持防水功能。另外，这次 Flip 7在尺寸加大的同时，重量依旧可控，只有188克。用料同样是 Armor 铝合金，搭配 Corning Victus II 玻璃，就连 IP48 的防尘防水等级也用上了新一代的转轴。接着来看萤幕，这次 Flip 7的萤幕规格迎来了升级，封面萤幕加大到 4.1 寸，技术上同样是采用 Super AMOLED， 亮度则从上一代的1600提升到了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块外萤幕现在也支援最高120Hz 的萤幕更新率了。而在内页萤幕上 ，Flip 7的萤幕来得更大了，搭载一块6.9寸 Full HD Plus 的 Dynamic AMOLED2X 萤幕，同样支援了 LTPO 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最高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接着我们来看 Flip 7的相机，这代的相机硬体因为上一代更新过了嘛，对，基本上就是延续。主镜头采用5000万画素，拥有 OIS 光学防守阵的主镜头，支援2倍无损缩放，再搭上一颗1200万的超广角。效能上 ，Flip 7采用的是自家最新的3纳米三星 Exynos 2500。但老实说，上一代 Exynos 2400的表现其实没想象中差。如果你没有在关注 Exynos 的话，其实我们去年就有测过，在 CPU 上无线接近 H3，GPU 得大概是86%的表现，所以 Exynos 2400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表兄弟 Tensor G4 是完全不同的画风，所以才会有人说 Google Tensor 这个锅，三星可是坚决不背的。我是觉得这次的小折改款我很满意，若是处理器全球统一的 Exynos， 台湾的朋友应该多少还是会在意，不过也只能等后续实测才知道了。但还好这次是用在小折，老实说小折本来就不是效能取向，能耗相对可控。对了，虽然处理器不同，但前面介绍过的 AI、Pro Visual Engine、10-bit HDR 等等，这次全部都有放进来。
所以体验上是不会因为处理器有所差异的。而在配置上，这次 Flip 7同样提供了12GB 的 RAM 以及 256GB、512GB 两个储存空间版本可选。那最重要的惊喜是，这次 Flip 7的电量有提升，从5代的3700毫安时、6代的4000毫安时，这次来到4300毫安时，至少做到了能耗不够，电量来凑。这个电力以小折来讲，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啦。同样支援20瓦快充、7to Ready 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好用的实体指纹辨识，有蓝、黑、红以及商城限定的薄荷绿4色可选。最后提一下，这代的 Flip 7和 Fold 7同样提供7色的大版本以及7年的安全性更新，三星在更新上依旧成立。连接上，无论是 Flip 7或是 Fold 7都支援 5G、WiFi 7以及蓝牙 5.4。而在售价上，目前台版尚未公布上市资讯。那这次三星还带来了全新的 Galaxy Watch 8系列手表，分别是标准版的 Galaxy Watch 8，有旋转表盘、超级刷的 Galaxy Watch 8 Classic， 以及 Galaxy Watch Ultra 太夜蓝3款。Classic 的质感真的好，而且非常绅士。那敲碗 Classic 的朋友难了吧？到底要选 Watch Ultra 还是 Classic 呢？但3款的实际质感是真的都非常好，大家到时候到现场上手就能感受到。尤其方形表壳的设计，让标准版和整个系列的精致感都真的提升不少。手表真的就是要好看啊！好啦，重点全部讲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第一手的完整重点整理，记得立即订阅邦尼，就不会错过最新评测了。对折叠有兴趣的朋友，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回顾一下 Fold 1、2、3、4、5、6代的完整评测6部曲，你会更知道怎么选择一款折叠手机。最后，节目最后不易，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谢谢你们，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节影片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